为什么大自然中的很多果实很好吃，但果核中的种子却是有剧毒的？为什么在大自然中演化很成功的植物，却被早期人类驯化植物时排除掉了？这很违反直觉。也就是说，人类驯化的植物，常常是在自然演化中不成功的品种。今天我们继续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第7章，如何识别杏仁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第7章，如何识别杏仁。如果你是个徒步旅行者，吃腻了农场里种的瓜果蔬菜，那尝尝野外食物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有些野生植物，比如野草莓和蓝莓，味道好，吃起来也很安全。它们长得和我们熟悉的家养品种很像，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能认出来，尽管它们比我们种的要小得多。爱冒险的徒步旅行者吃蘑菇时会很小心，因为他们知道很多蘑菇有剧毒，但即使是再爱吃干果的人，也不会去吃野生杏仁，因为其中几十种杏仁含有氰化物，这种毒物足以致命，就像纳粹毒气室里用的那种。森林里还有许多其他被认为不能吃的植物，然而所有的作物都源于野生植物。野生植物是如何变成作物的呢？这是个特别令人困惑的问题。许多作物，例如巴旦木的祖先，不是有毒，就是味道难以下咽。而有些作物，像玉米，外形又和其他的野生祖先差别太大。住在山洞里的人，究竟是怎样想到驯化植物这个主意的？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植物驯化可以定义为栽种某种植物，并因此有意或无意地使其发生遗传变化，变得更适合人类食用。不同于其野生祖先，今天作物的培育是专业科学家自觉进行的高度专业化工作。他们已经了解了数百种现有作物，并正在开发新品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播种大量的种子或种根，选出最好的后代，再播下他们的种子。他们利用遗传学知识，培育能繁殖纯种的优良品种，甚至可能使用最新的基因工程技术来转移有用的基因。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有一个果树栽培学系，专门研究苹果，还有一个系专门研究葡萄和葡萄酒。然而，植物驯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万多年前。最早的农民当然不会使用分子遗传技术来达到这些结果。这些最早的农民甚至没有任何现有的作物作为样本来启发他们培育新品种，所以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最终都会让他们饱餐一顿。那么，最初的农民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驯化植物的呢？比如，他们如何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把有毒的杏仁变成无毒的杏仁？除了让某些野生植物变得更大或毒性更小之外，他们还让这些植物产生了哪些变化呢？即使是一些重要的作物，驯化时间也大不相同。例如，豌豆不迟于公元前8000年被驯化，橄榄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草莓要等到中世纪，美洲山核桃则更晚，直到1846年。许多能提供食物的重要野生植物被千百万人珍视。例如，在世界许多地方，人们寻找橡树以获取可食用的橡子，但直到今天，橡树仍然没有被驯化。是什么让某些植物比其他植物更容易驯化，或更吸引人去驯化呢？为什么橄榄树会屈服于石器时代的农民，而橡树却仍然让最聪明的农艺师束手无策呢？让我们首先从植物的角度来看待驯化问题。对植物来说，人类不过是无意中驯化了它们的成千上万种的动物之一。人类和所有动物一样，植物必须将其后代传播到能够茁壮生长的地区，并传递亲代的基因。小动物可以通过行走或飞翔来扩散，但植物没有这种自由选择，
所以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搭便车旅行。有些植物的种子适合被风吹走或在水上漂流，而许多其他植物则将种子包裹在美味的果实中，并通过颜色和气味来宣告果实成熟，从而哄骗动物带走种子。饥饿的动物摘下并吃掉这些果实，然后走开或飞走。在远离亲带树的地方，种子被吐出或随粪便排出。种子可以用这种方式被带到几千英里之外。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植物的种子连你的肠胃都无法消化，并且仍然能从你的排泄物中发芽。任何爱冒险且不太容易呕吐的读者，不妨亲自做个试验来验证一下。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实际上必须经过动物的肠胃才能发芽。例如，非洲有一种瓜，很容易被一种形似自狗的土狼吃掉。结果，这种瓜大多数都生长在土狼排泄的地方。关于植物如何吸引动物搭便车旅行，可以考虑野草莓的例子。当草莓种子没有成熟，不能立即播种时，周围的果实是青色的、酸硬的。当种子最终成熟时，果实就变得又红又甜又软。果实颜色的变化成为一种信号，这个信号吸引冬鸟一类的鸟儿前来啄食果实并飞走，最终吐出或随粪便排出种子。当然，草莓并非有意在种子准备好播撒时才吸引鸟儿，冬鸟也不是有意要驯化草莓。相反，草莓是通过自然选择演化而来的。未成熟草莓越青涩越酸，在种子成熟前吃草莓从而破坏种子的鸟儿就越少。成熟草莓越甜越红，前来播撒成熟种子的鸟儿就越多。无数其他植物也有适合特定动物食用和传播的果实，正如草莓适合鸟类，橡子适合松树，芒果适合蝙蝠，某些沙草适合蚂蚁。这符合我们对植物驯化定义的一部分，因为祖代植物在遗传上的变化使其更有利于人类消费，但没有人会一本正经地把这种演化过程称为驯化，因为鸟类、蝙蝠和其他动物不符合定义的另一部分，它们并非有意栽种植物。同样，作物从野生植物开始演化的早期无意识阶段，包括植物吸引人类采食并播撒果实的方式，但当时人类并非有意栽种它们。人类的排泄处所和土狼的排泄处一样，也许就是最早的无意识作物培育的实验场。我们在许多地方偶然播下了我们所食植物的种子，而我们的排泄处只是其中之一。当我们采集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并把它们带回家时，有些在路上或家里散落了，有些水果在种子完好无损时就腐烂了，于是被扔进垃圾堆，不再食用。草莓的种子是果实的一部分，实际上也被我们吃下去了，但由于种子太小，最后还是被吞了下去，并随粪便排出。但有些水果的种子很大，就会被吐出来。因此，我们的茅坑和垃圾堆共同构成了最好的农业研究实验室。无论这些种子最终落在哪个实验室，它们都来自某种可食用的植物，也就是我们出于某种原因喜欢吃的植物。从你采摘浆果的那天起，你就知道如何挑选某些浆果或浆果灌木。最终，当最初的农民开始有意识地播种时，他们播下的必然是他们特意采集的植物种子，尽管他们当时还不懂大浆果的种子有望长成结出更多大浆果的灌木这一遗传原理。所以，当你在一个湿热的蚊子丛中艰难地穿行时，你并非只是为了任何一丛草莓，即使是无意识的，你还是决定了哪一丛草莓看起来最有希望，以及它是否值得你这一趟。你的潜意识判断标准是什么？一个标准当然是大小。你喜欢大浆果，因为你不值得为几颗难看的小浆果去被太阳晒伤和蚊子叮咬。这就是许多作物果实比起野生祖先大得多的部分原因。我们特别熟悉超市里巨大饱满的草莓和蓝莓与野生品种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只是近几百年才出现的。其他植物的大小差异可以追溯到农业初期，那时人工栽培的豌豆经过筛选和演化，
重量超过野生豌豆的10倍。狩猎采集族群几千年来都在采集这种小小的野生豌豆，就像我们今天采集野生蓝莓一样。后来他们有选择地收获并种植那些最吸引人的最大的野生豌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它开始自动促使豌豆的平均大小每一代都有所增加。同样，超市里的苹果直径通常在3英寸左右，而野生苹果直径只有1英寸。最早的玉米棒子几乎不超过半英寸长，但公元1500年，墨西哥印第安农民已经培育出长达6英寸的玉米棒子，而现代玉米棒子则可长达1英尺半。我们种植的植物种子与它们的许多野生祖先的种子之间，另一个明显区别在于苦味。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为了防止动物吃掉它们，在演化过程中味道变得苦涩难以入口，甚至有毒。因此自然选择对种子和果实的作用正好相反。果实好吃的植物能让动物传播它们的种子，但果实里的种子必须很难吃，否则动物就会把种子嚼碎，种子也就无法发芽了。关于苦味种子及其在驯化过程中的变化，杏仁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大多数野巴旦木的种子都含有一种叫做苦杏仁苷的极其苦涩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分解时会产生有毒的氰化物。如果有人愚蠢到不顾野生杏仁的苦味警告而去吃它，那他就会因此丧命。既然无意识驯化的第一阶段是采集可食用的种子，那么野生杏仁的驯化又是怎样达到这个阶段的呢？对此的解释是，偶然有几棵巴旦木树在一个基因上产生了突变，使它们不能合成苦味的苦杏仁苷。这些树在野外灭绝了，没有留下任何后代，因为鸟儿发现了它们的种子，把种子吃了个精光。但最初农民的孩子们出于好奇或饥饿，把它们周围的野生植物每一种都尝了一点，最后竟然品尝并发现了这些没有苦味的巴旦木树。同样，如果今天的欧洲农民偶然发现了几棵橡子甜而不苦的橡树，他们仍然会感到庆幸。这些不苦的巴旦木种子就是古代农民可能会去种的种子，起初是无心地任其生长在垃圾堆上，后来则是有意识地去种在自己的果园里。不迟于公元前8000年的野生杏仁已在发掘出来的希腊考古遗址中出现。到公元前3000年，地中海以东的土地上，野生杏仁已经开始驯化。埃及国王图坦卡蒙于公元前1325年左右去世，他著名陵墓中供他死后享用的食物中就有杏仁。许多其他我们熟悉的作物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利马豆、西瓜、马铃薯、茄子和卷心菜。这些作物的野生祖先有的味苦，有的有毒，其中偶然也有几个味道甘美的品种，但那必定是从古代旅行者的厕所附近长出来的。如果说大小和味道是狩猎采集族群选择野生植物最明显的标准，那么其他标准则包括果实肉多或无籽，种子含油多以及纤维长。野南瓜种子外面果肉很少，甚至没有，但早期的农民更喜欢选择果肉比种子多得多的南瓜。很久以前，人们在栽培香蕉时就选择了全肉无籽的品种，这启发了现代农业的科学家去培育无籽柑橘、无籽葡萄和无籽西瓜。无籽水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人类的选择是如何完全颠覆了野生水果最初的演化作用。因为原来的演化作用实际上只是传播种子的一种手段。在古代，许多植物也因为含油的果实或种子而被选择。在地中海地区，最早被驯化的果树有油橄榄，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开始栽培，目的是为了获取它的油。人工栽培的油橄榄不仅果实比野生的更大，含油率也更高。古代农民为了获得含油的种子，选择了芝麻、芥菜、罂粟和亚麻，而现代植物学家为了同样的目的选择了向日葵、红花和棉花。为了油而栽培棉花是近代才发生的事，
在这之前，棉花当然是为了纺织用的纤维而被选择的。棉花的纤维或称棉绒，是棉花种子上的绒毛。美洲和旧大陆的早期农民为了获得长的棉绒，独立选择了不同品种的棉花。另外还有2种作为古代纺织品原料而栽种的植物，是亚麻和大麻。它们的纤维来自茎，因此对它们的筛选标准是又长又直的茎。虽然我们认为大多数作物是为了食用而种植的，但亚麻也是我们最早的作物之一，不迟于公元前7000年就被驯化了。它是亚麻布的原料，一直是欧洲主要的纺织原料，直到工业革命后才被棉花和合成纤维所取代。到目前为止，我们描述的野生植物向作物的演变，都与早期农民可能直接注意到的特征有关，例如果实大小、味苦、果肉多少、含油量和纤维长度。通过收获这些具有特别有用品质的野生植物，古代人在无意识中传播了这些植物，使他们走上了驯化之路。然而，除此之外，至少还有其他4种主要变化没能引起采摘浆果的人做出引人注目的选择。在这些情况下，如果采摘浆果的人确实引起了什么变化，那或是因为其他植物因为某些不明原因始终无法得到，从而收获了可以得到的植物，或是因为改变了对植物起作用的选择条件。第一个这样的改变影响了种子传播的野生机制。许多植物都有其传播种子的专门机制，这使得人类无法有效地采集它们。只有因突变而缺乏这种结构的种子才会被人收获，并成为作物的祖先。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豌豆。豌豆的种子封闭在豆荚里，野豌豆要发芽生长，就必须破荚而出。为了做到这一点，豌豆就演化出一种基因，能使豆荚突然爆裂，把豌豆弹射到地上。偶然产生突变的豌豆，豆荚不会爆裂。在野外，这种产生突变的豌豆一直到死都包裹在浸株上的豆荚里面，而只有这种能爆裂的豆荚才把它们的基因传递给后代。但与此相反的是，人类能收获的唯一豆荚可能就是那些留在植株上不爆裂的豆荚。因此，一旦人类开始把野豌豆带回家吃，立刻就产生了对这种单基因突变的选择。同样对不爆裂突变进行选择的例子还有冰豆、亚麻和罂粟。野生小麦和大麦并非封闭在会爆裂的豆荚里，而是长在麦秆顶端。麦秆能自动脱落，使种子落到地面上发芽。一种单基因突变导致麦秆不会脱落。在野生状态下，这种突变对植物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因为种子不能落地，就无法发芽生根。但这些变异的种子省力地留在杆子上，可能是在等待人类来收获它们，并把它们带回家。当人类接着种下这些收获来的变异种子后，农民又一次可以从这些种子的后代中得到所有变异的种子，收获它们，播种它们，而那些未变异的种子则落到地上，农民无法得到。这样，农民就180度地改变了自然选择的方向。原来成功的基因突然变得具有毁灭性了，而毁灭性的突变却变得成功了。1万多年前，这种对不脱落的小麦和大麦麦秆无意识的选择，显然是人类对植物的第一个重大改良。这个变化标志着新原沃地农业的开始。第二个改变，甚至古代旅行者更难察觉。对于在气候多变地区生长的一年生植物来说，如果所有种子都迅速同时发芽，那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只要一次干旱或霜冻，就可能把幼苗全都杀死，连传宗接代的种子都没有了。因此，许多一年生植物演化的结果是通过发芽抑制剂来减少损失，使种子在开始阶段休眠，然后在几年里分批发芽。这样，即使大多数幼苗因一次恶劣天气而死光，剩下的一些种子仍然会在以后发芽。野生植物赖以减少损失的一种普遍适应性变化，是把它们的种子
裹在一层厚厚的皮壳或保护层中。许多产生这种适应性变化的植物，包括小麦、大麦、亚麻或向日葵。虽然这些后发芽的种子仍然有机会在野外发芽，但请考虑一下，随着农业的发展必然发生的情况。早期的农民可能在反复实验中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松土、浇水然后播种的办法来获得更高的产量。如果是这样，种子就会立即发芽并长成植物，它们的种子又可以收获下来，在明年种下。但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不会立即发芽，因此种下去也不会有任何收成。野生植物中偶尔有突变个体没有厚厚的种皮，也没有其他发芽抑制剂，所有这些突变体迅速发芽，最终产生了突变的种子。早期农民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种差异，他们只知道去注意和有选择地收获大浆果，但播种、生长、收获、播种这种循环会立即无意识地选择那些突变体。和种子传播方面的变化一样，发芽抑制方面的这些变化是小麦、大麦、豌豆以及其他许多作物的共同特点，而这是他们的野生祖先所没有的。早期农民察觉不到的另一个重要变化，与植物的繁殖直接相关。植物培育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偶尔产生突变的植物个体比正常的个体更有利于人类。例如，由于种子较大和苦味较少，如果这些可取的突变体接着同正常的植物进行品种间的杂交，这种突变就会立刻被淡化或完全失去。那么，对早期农民来说，在什么情况下这种突变会继续保留下来？对自我繁殖的植物来说，突变体会自动保留下来。对无性繁殖，也就是用亲代植物的块茎或根来繁殖的植物，或能够自花授粉的雌雄同株的植物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但大多数野生植物都不是用这种方法来繁殖的，它们或者是雌雄同株，但不能自花受精，必须同其他雌雄同株的个体进行品种间的杂交。比如，我的雄蕊使你的雌蕊受精，你的雄蕊使我的雌蕊受精，或者像所有正常的哺乳动物一样，是雌雄异体。前一种植物叫做自交不亲和雌雄同株，后一种植物叫做雌雄异株。这两种情况对古代农民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因为他们可能因此而稀里糊涂地失去所有对他们有利的突变体。解决办法涉及另一种难以察觉的变化。许多植物的突变影响到其自身的繁殖系统，有些产生突变的个体甚至不需要授粉就可以结出果实来，其结果就使我们有了无籽的香蕉、葡萄、柑橘和菠萝。有些产生突变的雌雄同株植物失去了它们的自交不亲和性，而变得能够自花受精。许多果树，如梨子、桃、苹果、杏和樱桃，就是这一过程的例证。有些产生突变的葡萄，通常都是雌雄一体，但也会变成自花受精的雌雄同株。古代的农民虽然还不懂得植物繁殖生物学，但仍然用所有这些办法，最终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作物。这些作物能够繁殖纯种，因而值得去重新种植，而不是那些本来被看好的突变体，它们的后代则因为毫无价值而淹没无闻。因此，农民选择植物的标准不仅包括大小和味道这些看得见的品质，还有诸如种子传播机制、发芽抑制和繁殖生物学这些看不见的特点。结果，不同的植物因为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特点而被选择。有些植物如向日葵因为更大的种子而被选择，而另一些植物如香蕉则因种子小或没有种子而被选择。选择生菜是为了茂盛的叶子，而不是种子或果实。选择小麦和向日葵是为了种子，而不是叶子。选择南瓜是为了果实，而不是叶子。特别有趣的是，由于目的不同，对同一种野生植物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从而产生了外形截然不同的作物。甜菜在巴比伦时代就已经种植了，那时是为了它们的叶子，比如现在的牛皮菜品种，后来再种植则是为了它们可食用的根。
最后在18世纪则是为了它们所含的糖分，也就是糖用甜菜。最早的卷心菜可能最初是为了它的含油的种子而被种植，后来经过更大的分化，对它们有了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了叶子，产生了现代的卷心菜和羽衣甘蓝；有的选择了茎，也就是皮兰；有的选择了芽，则有了孢子甘蓝；有的选择了花芽，这就是花椰菜和花茎甘蓝。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野生植物由于农民有意无意的选择而变成了作物的问题，也就是说，农民开始时选择了某些植物个体的种子带回来种在自家的园子里，然后每年都挑选一些后代的种子在下一年种在园子里。但这种变化的很大一部分也由于植物的自我选择而受到了影响。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指的是一个物种的某些个体在自然条件下比同一物种中与之竞争的个体可以生存得更好，或繁殖得更成功，或者两者都更好。实际上是生存和繁殖状况差异的自然过程促成了这种选择。如果条件改变了，不同种类的个体有可能生存或繁殖得更好，从而被自然选择，其结果就是该种群经历了演化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飞蛾工业黑化现象的发展。19世纪，随着环境变得更脏，深色飞蛾比浅色飞蛾更常见，因为栖息在深暗肮脏树上的深色飞蛾比浅色飞蛾更有可能逃脱捕食者的注意。工业革命改变了飞蛾的环境，同样，农业耕作也改变了植物的环境。经过松土、施肥、浇水和除草的园地所提供的生长环境，完全不同于山坡上干燥、未施肥的土地。植物在驯化中产生的许多变化，都来自此类条件的改变，因此也就有了那些处于有利条件的植物品种的变化。例如，如果农民在园子里播下的种子密密麻麻，那么在种子之间就会产生剧烈的竞争。大的种子可以利用良好的条件迅速生长，此时它们所处的地位就比小的种子更加有利，因为小的种子先前是长在干燥未施肥的山坡上的，那里种子比较稀少，竞争也不那么激烈，所以只有生长在那样的地方才对它们有利。植物本身之间这种持续的竞争，对于获得较大的种子，还有野生植物变成古代作物期间逐步形成的其他许多变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就植物的驯化来说，有些植物在很久以前就驯化了，有些直到中世纪才驯化，而还有一些野生植物竟然不受我们所有活动的影响。这方面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西南亚新月沃地不同作物发展的固定顺序，来推断出许多答案。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新月沃地最早的作物如小麦、大麦和豌豆，大约在1万年前被驯化，它们都起源于许多具有优势的野生祖先，它们已经可以食用，而且在野生状态下产量很高，它们很容易生长，只要播种或栽种就行了，它们生长迅速，播种后也就几个月就可以收获了。对于仍然介于流浪的猎人和定居的村民之间的早期农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优点，它们很容易储存。这和后来的许多作物，如草莓和生菜不同，它们大都是自花传粉，就是说，各种作物都是自己给自己传授花粉，把它们自己合意的基因毫无改变地传递下去，而不比同其他对人类不大有用的品种进行杂交。最后，为了转化为作物，它们的野生祖先很少需要在基因方面产生什么变化。例如，就小麦来说，只要产生使麦粒不脱落和迅速而均匀地发芽的突变就行了。作物培育的下一个阶段，包括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驯化的最早的果树和坚果树，其中有橄榄树、无花果树、枣树、石榴树和葡萄藤。同谷物和豆科植物相比，它们的缺点是种植后至少需要3年才开始挂果，而达到盛产期则要等到10年之后。因此，只有那些已经完全过上定居乡村生活的人，
才有可能种植这些作物。然而，这些早期的果树和坚果树仍然是最容易栽种的作物，和后来驯化的树木不同，它们可以用插枝甚至播种的方法直接栽种。插枝还有一个好处，一旦古代农民发现或培育了一棵多产的果树，他们可以确信这棵树的所有后代可以长得和它一模一样。第三阶段涉及一些栽培起来困难得多的果树，包括苹果、梨、梨子和樱桃。这些树不能直接靠插枝来种植，用种子来种也是白费力气，因为即使是其中优秀品种的后代，也十分容易变异，所结的果实多半没有价值。这些树要靠困难的嫁接技术来种植，而这项技术在中国农业开始后很久才发展起来。即使你懂得嫁接的原理，嫁接仍然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不仅如此，这原理本身也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实验才能发现。大概不再是什么一个流浪者在某个排泄处方便，后来在返回时惊喜地发现那里竟然因此而长出了结有甘甜水果的树来。许多在晚近阶段发展起来的果树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完全不是自花传粉，它们必须有属于同一品种但产生遗传变异的另一植物进行异花传粉。因此，早期的农民要么必须找到不需要异花传粉的果树，要么必须有意识地去种植不同的遗传品种，或同于果园中附近的雄性和雌性个体。所有这些问题把苹果、梨、梨子和樱桃的驯化时间一直推迟到古典时期前后。然而，大约与此同时，还有一批晚近出现的驯化植物却得来全不费功夫。它们原本都是长在有意栽培的作物地里的杂草之类的野生植物。原本是杂草的作物包括黑麦、燕麦、无精、萝卜、甜菜、韭葱和生菜。虽然我刚才介绍的一系列作物适用于新月沃地，但部分类似的一系列作物也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新月沃地的小麦和大麦是被称为禾本科谷物的那类作物的代表，而新月沃地的豌豆和冰豆则是豆类，属于豆科的代表。谷类作物的优点是生长快，碳水化合物含量高，每公顷耕地可产1吨食物。因此，今天的谷物占人类消耗的全部卡路里的半数以上，并包括现在世界上12种主要作物中的5种：小麦、玉米、稻米、大麦和高粱。许多谷类作物蛋白质含量低，但这一缺陷可以由豆类弥补，因为豆类的蛋白质通常达 25%， 而大豆为 38%。 因此，谷物和豆类一起为均衡饮食提供了许多必不可少的成分。当地谷物和豆类组合的驯化标志着许多地区粮食生产的开始。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新月沃地的小麦和大麦与豌豆和冰豆的组合，中美洲的玉米与几种豆类的组合，以及中国的稻米和小米与大豆和其他豆类的组合。鲜为人知的是非洲高粱、非洲稻米和珍珠碧与豇豆和野豆的组合，以及安第斯山脉的非谷类藜麦与几种豆类的组合。为了获得纤维，新月沃地曾进行过早期的亚麻驯化，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大麻、4种棉花、丝兰和龙舌兰在不同时期为中国、中美洲、印度、埃塞俄比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美洲提供了制绳和织布的纤维。在这些地区的几个地方还用驯化动物的绒毛作为补充。在早期粮食生产的这些中心里，只有美国东部和新几内亚仍然没有纤维作物。与这些相似之处相比，全世界的粮食生产体系中也存在着某些重大差异。其中一个差异是，在世界许多地方，农业开始涉及种子撒播和农田单做，以及最后用牲畜犁地等问题。也就是说，用手一把把撒下种子，从而使整块田只有一种作物。一旦牛、马和其他大型哺乳动物得到驯化，它们就被套上犁，于是农田由畜力来耕作。然而，在新大陆，
还没有驯化过任何可以套上犁头的动物。相反，在那里耕地始终是用手持的棍棒或锄头，而种子也是用手一颗颗种下去，而不是满把地撒播。因此，新大陆的大部分园地都是许多作物混种在一起，而不是单作。农业体系中的另一个重大差异涉及卡路里和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在许多地区，这方面的主要来源是谷物。不过，在另一些地区，谷物的这一任务被根和块茎接管或分担了。尽管根和块茎在古代的新月沃地和中国是无关紧要的，在赤道南美洲，主食是木薯和甘薯；在安第斯山脉是马铃薯和原齿炸浆果的块茎；在非洲是非洲薯芋；在东南亚和新几内亚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薯芋和鱼奶。树生作物主要有香蕉和面包果，它们也是东南亚和新几内亚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因此，到了罗马时代，今天的几乎所有作物都已经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得到了驯化。正如我们还将在家畜方面看到的那样，古代的狩猎采集族群非常熟悉当地的野生植物，而古代的农民显然也已经发现并驯化了几乎所有值得驯化的动物。当然，中古的僧侣确实已经开始栽培草莓和树莓，而现在培育植物的人仍在改良古代作物，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次要作物，主要是浆果，如蓝莓、越橘和猕猴桃，还有坚果，如澳洲坚果、美洲山核桃和腰果。但与古代的一些主食，如小麦、玉米和稻米相比，这些新增的现代作物始终只是具有不太大的重要性。然而，在我们列举的驯化成功的案例中，仍有许多野生植物未被驯化，尽管它们具有食用价值，但我们却未能成功驯化它们。在我们驯化失败的例子中，橡树尤其引人注目。橡子不仅是欧洲农民在荒年作物欠收时的应急食物，也是加利福尼亚和美国东部印第安人的主食。橡子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淀粉和油脂，和许多其他可食用的野生食物一样，大多数橡子含有苦味的单宁酸。但爱吃橡子的人学会了用处理杏仁和其他野生植物中苦味化学物质的同样方法来处理单宁酸，或者通过研磨和过滤来去除单宁酸，或者只从单宁酸含量低的偶然突变的橡树上收获橡子。为什么我们不能驯化像橡子这样宝贵的食物来源呢？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才驯化草莓和树莓，而有些植物的驯化，即使是掌握了像嫁接这样困难技术的古代农民也会束手无策？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橡树有3个不利因素。首先，它们生长缓慢，可能让大多数农民失去耐心。小麦种下去，几个月就有收成；杏仁种下去，3-4年后就能结果。但种下一颗橡子，可能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有收益。其次，橡树结的坚果，无论是大小还是味道，都适合松鼠。我们都见过松鼠埋藏、挖掘和吃橡子的情景。如果偶尔有一颗橡子被松鼠忘记挖出了，那么这颗橡子就能长出橡树。数以亿计的松鼠每年将数以百计的橡子传播到几乎任何一个适合橡树生长的地方，这样我们人类就不可能为我们需要的橡子去选择橡树。橡树生长缓慢和松鼠行动迅速这些问题，大概也说明了为什么山毛榉和山核桃树同样未能驯化的原因。尽管欧洲人和美洲土著分别大量利用这2种树来获取它们的坚果。最后，杏仁和橡子最重要的差异也许是，杏仁的苦味有单一的优势基因控制，而橡子的苦味似乎有许多种基因控制。如果古代农民栽种了偶然产生不苦的突变杏仁或橡子，那么根据遗传规律，如果是巴达木树，长成的树上的杏仁有一半可能也是不苦的，而如果是橡树，几乎所有橡子可能仍然是苦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任何想要种橡子的农民的热情荡然无存，尽管他们已经赶走了松树并且保持耐心。至于草莓和树莓，
我们在与冬鸟和其他喜欢吃浆果的鸟类竞争中遇到了同样的困境。是的，罗马人确实在他们的园子里照料过野草莓，但是由于千百万只欧洲冬鸟将野草莓的种子排泄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这其中当然包括罗马人的院子里，所以草莓始终是冬鸟想要吃的小浆果，而不是人想要吃的大浆果。直到最近保护网和温室的发展，我们才终于能够打败冬鸟，并根据我们自己的标准重新设计草莓和树莓。因此我们已经看到，超市里的大草莓和野生的小草莓之间的差异只是一个例子，说明了人工培育植物与其野生祖先之间的诸多区别。这些差异首先来自野生植物本身的自然变异，有些变异如浆果的大小和坚果苦味方面的变异，可能很快就被古代农民注意到了。其他变异如种子传播机制或种子休眠方面的变异，在现代植物学兴起之前可能并未被人类识别出来。但是不管古代旅行者对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的选择是否依赖于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标准，由此产生的野生植物向作物的演化，起初总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这是我们对野生植物个体进行选择的必然结果，是园子里各种植物个体之间竞争的结果，而这种竞争所偏爱的个体和在野外得天独厚的个体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在他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中一开始并没有解释自然选择问题的原因。他的第1章反而详细说明了我们的驯化动植物是如何通过人类的人为选择而出现的。达尔文没有讨论我们通常认为与他联系在一起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鸟类，而是开篇就讨论农民是如何培育出不同种类的醋栗的。他写道：我已经看到园艺学著作中对园丁们化腐朽为神奇令人叹为观止的技术表现出了巨大的惊奇，但这种技术是简单的，就其最后结果来说，对这一技术的采用也几乎是无意识的。它在于总是去培育出最出名的品种，播下它的种子，然后当碰巧出现一个稍好一点的品种时，再去选择它，就这样地进行下去。通过人为选择来培育作物的这些原则，仍然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物种起源通过自然选择的最可理解的模式。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7章，如何识别杏仁。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